奇葩大妈在我门口跳广场舞，你怕是要赔的倾家又荡产。今天我在家里直播做动画，突然就被外面的 DJ 声音吸引了。脑海中的灵感也和蝴蝶一样，就这么飞走了。主播，你这 BGM 放得挺别致啊！网友也在一旁起哄：尼玛，这动画没法做了！我跑到门口一看，直接蒙圈了。难道是我眼花了吗？只见走廊上两个大妈正随着音乐翩翩起舞，别说舞姿还挺特么优美。一般小区里的大妈都是坐车去附近的公园，就是因为怕在小区里跳舞扰民。没想到这两个大妈竟然直接跳到我家门口了，真是怪事年年有，今年特别多，受不了了！我要让大妈换个地方跳。三金哥这是要出去骂人了吗？我们也要看。网友们一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节奏，我们可是要尊老爱幼。我这次是去委婉的劝说，说着我还是拿起手机开着直播出门。楼道里的大妈还在跟着曲调摇摆着臃肿的身体。阿姨，你们的声音能不能小点？这噪声很大，影响我做动画了。然而大妈白了我一眼，根本没有理会，继续跳舞。接着我又提高嗓门大喊道：阿姨，能不能小点声？你们换个地方跳。起开！你个小年轻怎么这么不懂事？没看到我们在跳舞吗？这个烫发大妈边说边挥舞着王八拳。可你们也干扰到我做动画了，我在家里面听得一清二楚。你换个地方住不就得了？旁边的大妈还帮腔道：就是现在的小年轻，谁没有个2、3套房子啊？你不会就这一套吧？这么没用！这下直播间的网友们来劲了。等等，我没听错吧？居然有人说三金哥没用，人家都开部加迪了。就是这两个大妈真是不关注时事，连奇葩克星帅三金都不认识。我还是好言相劝，大妈，我只是让你们换个地方跳，你们扯别的干嘛？要换你换，我们跳得好好的。就是你不会戴个耳塞吗？我见周围邻居都有戴的，白天楼上装修都能睡得着。这两个大妈叽叽喳喳，反而让我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，真是离了个大谱。我说了，我在做动画，堵住耳朵还做个毛线，还让我怎么工作？小伙子，你就忍一忍得了，我们也就跳一会儿。这时候，楼里的其他住户也找来了。可以说，这两个大妈凭一己之力，影响了整栋楼业主的作息。你们怎么突然在楼道里跳舞了？2公里外不是有免费的公园吗？波浪头大妈两眼一翻，刁蛮地说道：你也知道是2公里，那你给我们租车送过去啊？我凭什么送你？你们好像不是我们这栋楼的吧？回你们那去跳。男邻居认出了波浪头大妈，他是隔壁楼的业主。来你们这跳怎么了？法律又没规定不能来你们这里跳舞。法律是允许跳舞，但你们扰民了，要不我们才懒得管你。大妈反驳道：我孙子要学习，当然不能吵到他。这可把男人气到了。合着你怕影响大孙子学习，不怕影响我们休息是吧？接着男人上去就把大妈的音响关了。这下终于清静了，而大妈却不乐意了。你这个人是怎么回事？欺负我们老年人是不？告诉你，我可有2个儿子，还有一堆侄子外甥，你敢惹我，我就找人来收拾你。这两个大妈对男人指指点点，男邻居根本招架不住。见状，我赶紧打电话给叔叔，让他们来解决大妈。10几分钟后，王叔亲自带队赶过来。他一来就看到大妈和居民在吵架，旁边的音响还放着酒醉的 DJ。王叔好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，先把音乐关了。大妈见到是叔叔，嚣张的气焰也有所缓解，就先把音响关了。你们跳舞不能扰民，把音响收起来，别跳了。波浪头大妈当即反对，这怎么行？锻炼是我们的自由，国家号召百姓强身健体，难道你敢阻碍国家的健身国策？大妈的歪理邪说一个接一个，乱扯一通。王叔就教育他们，别给我来这套，我警告你们，你们这是在扰民，请到公园等地方去跳，否则我有权对你们进行处罚。咋地？叔叔就能随便驱赶我们了？噪音防治法还在起草阶段，现在你没资格罚我们。就是要是你敢胡乱执法，我就投诉你，说你们粗暴执法。奇葩大妈砸我100万音响，竟然反被嘲讽。接上集，音响这波嘲讽可给大妈们气炸了，不知从哪掏出2把铁锤，就这么抡了上去。音响的质量再好，也禁不住大妈的猛击，最终停止了播放。顶级音响成了一堆破损的残骸，大妈们仿佛打赢了一场战役，趾高气扬的回去继续跳舞。我心中冷笑，直接给王叔拨通了电话。王队长，我要报案，
有人故意损坏我的个人财物，数额十分巨大。王叔似乎早有准备。多少金额？不多，也就25万。这么少？王叔有些疑惑，毕竟以往每次我出手都是上百万的大案子。我说的是美元。好，我们马上过去。此时的大妈还在跳舞，王叔赶到现场，然而并没有理会大妈们，直奔我的方向走来。我指了指地上的残骸，就是这个音响，我刚从商场买的，就被砸了。接着我向王叔出示了购买发票，上面显示的金额高达180万。王叔点了点头，比划了一个手势，只见几个队员上来就把大妈围住了。这回来的有男有女，甚至还有队里的法医。大妈也慌了，你们要干什么？警告你们，我可要投诉！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们，你们因为损坏他人财物，且数额巨大，已经触犯了法律。我现在带你们回所里了解情况。你们干什么？损坏什么财物了？一个破木头音响还能值多少钱？王叔冷冷地说道。你们说的这个破木头音响，价值180万。什么？100多万？你们抢钱呢？讹人是吧？大妈们七嘴八舌的开始争吵。然而民警们这回师出有名，可不会惯着他们了。波浪头大妈一看这次玩真的，马上就两眼翻白，手脚发颤，假装发病。这时候法医小姐姐走上来，查看了一番后说道：没什么事，嗓子里有痰，我用手给他抠出来。一旁的小民警坏笑地问：冯姐，你不是法医吗？怎么也会给人看病？我也是从医学院里出来的，当然会看病。我这手啊，不仅能摸尸体，也能看得了病人。大妈顿时睁开眼睛，惊恐地问：你的手摸过尸体？对呀，来之前就摸过，放心，我洗手了。别碰我！在我面前玩装病，你还嫩点，带走。这两个大妈来到分局，立马吵起来了。我们以前生产大队里那个音响和这个差不多，当时好像才几百块钱。就是那样的音响死丑，180块钱还差不多。说着，波浪头大妈掏出200块拍在桌上，这是赔他的音响钱，不用找了。王叔叹了口气，几十年前的物价和现在能比吗？旁边的大妈商量道：实在不行，我让我那个当木匠的外甥给他重新做一个木头音响不就得了？用红松木，再弄几个街道办的那种大喇叭安上去，一样的响亮。这下我们终于知道这两位大妈有多无知了。这时一个西装革履的青年走了进来。叔叔同志你好，我是陈珠的儿子李四，是来带老太太回家的。这话说的我一愣，且不说大妈要不要进小黑屋，钱还没有赔偿就想走了吗？王叔也没好气的说道：他现在涉嫌损毁他人财物，且数额巨大，还不能走。谁知李四不慌不忙的说道：据我了解，我母亲他们在楼道正常跳舞，并没有违反任何法律，是这位小兄弟挑衅在先，而且巨大的噪音对我母亲的身心都造成了严重的伤害，心绞痛发作，他是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才砸毁了音响，这属于是在自救。说着他还拿出了一份体检证明。至于旁边的这位大妈，也属于见义勇为。李四这一番话直接把我们说愣了，尼玛，这家伙的嘴怕是死人都能说活了。陈珠在一旁也开心了起来，哈哈，我儿子可是号称法内狂徒的大律师，小伙子你应该赔偿我点精神损失费吧？我不由得给李四点了个赞，接着反驳道：我在我家门口播放音乐也合理合法，如果陈珠感觉身体不适，他完全可以离开，应该比砸坏我的音响更方便，所以他还是故意的。其次，假设陈珠患有疾病，但旁边这位大妈并不知情，也就不存在见义勇为，他参与了打砸，必须赔偿我的损失，按照平均的原则，也就是90万元。什么？要赔钱？这大妈立马就不乐意了。陈珠，是你招呼我来跳广场舞的，也是你第一个动手砸音响，怎么就不管我了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那个体检证明肯定是找你在医院的外甥开的假证明，就你那身子骨，在超市抢鸡蛋的时候可没见犯过病，跑得比兔子还快。陈珠这下慌了，你血口喷人，我身体本来就有病，你是不是傻？接着两人竟然在局里打了起来，看上去身子骨一个比一个硬朗，而李四也瘫坐在一旁，嘴里还嘟囔着：猪队友，这下完了。最终两人因妨碍公务寻衅滋事，损坏他人财物被送入小黑屋，还要赔偿我的损失，共计180万元。估计李四现在应该琢磨着要卖房抵债了吧。老毕登公交车上道德绑架逼我让座，我直接一脚送他下车，送走郝红梅，我坐上了回家的公交车。因为是下班时间，所以座位上大多坐满了人。
在靠站的时候，上来了几个身披红绸的大爷大妈，他们环顾了一圈，为首的大爷径直来到我身边。起来，谁让你坐的？小伙子，起来，让你大爷我坐一会儿。我有些蒙圈的看着一脸严肃的大爷，你是谁大爷啊？我坐着好好的，凭什么让你坐？赵大海瞬间恼火了，你这个小兔崽子怎么跟我说话的？公交车上尊老爱幼懂不懂啊？你大爷岁数大了，腿脚不好，腰酸背痛的，就不能让你大爷我坐一会啊？不能，要是你好好跟我说，兴许我还能让个座。可你们道德绑架我，那对不起，小爷我不吃这一套。赶紧起来，信不信我打你这个小兔崽子？旁边的几个大妈也纷纷帮腔。小伙子，赶紧给你大爷让个座吧。我们岁数大了，腿脚不好，你这么年轻，站一会也没事。年轻人要有素质，尊老爱幼，给我们老年人让座，这是最基本的。这几个大妈直接给我说笑了。凭什么年轻人就应该给你们让座，又不欠你们的？平时超市打折，在广场跳舞，你们一个个活蹦乱跳的，比谁都猛，怎么一到公交车上就腰酸背痛了？几个大妈被我说的哑口无言。赵大还感觉自己丢了面子，又来劲了。小兔崽子，你有胳膊有腿的就不能让一下老年人？这也就是我儿子的劳斯莱斯拿去保养了，要不然你大爷才不坐这破公交车呢。你大爷可不是普通人，我看你还没工作呢吧？把大爷伺候好了，我指甲缝里随便露出来点，也够你下半辈子吃的。周围的几个大妈也露出羡慕的表情。是啊，小伙子，这大爷可不是一般人，家里开车行的，跑车有的是。没错，光我见过的就有宝马、奔驰，还有那小黄人呢。赶紧给你大爷认个错，让你大爷坐下，再给捏个肩膀啥的。万一你大爷高兴了，让你做个司机，下半辈子可就有着落了。几个大妈在一旁吹捧，让赵大海很是得意，又装了起来。赶紧滚起来，别逼着你大爷抽你2个大逼兜！我被这老逼灯气得浑身发抖，紧接着座位下就传来了晃动的异响声。思索了片刻，我猛地站了起来，表现得十分委屈。先说好，这个座位不是我让给你的，我就是坐累了起来站一会。见状，赵大海一屁股坐下，还不忘嘲讽一波。看见没？这个社会混得最惨的就是这些没钱还爱装的，还坐累了站一会儿，你咋这么能装呢？看看我儿子，一个月随随便便几百万，为人还很真实。然而还没等他说完，司机一个剧烈的急刹车，众人身形一晃，随即传来一道撕心裂肺的喊声。只见老壁灯的座位已经断裂，而支撑车座的部分恰巧插进了赵大海的菊花中，他半坐在柱子上，痛苦的连连哀嚎。卧槽，疼死我了！接着他猛然拔出自己的身体，捂着自己被攻破的后门，对我满口污言秽语。都怪你，要不是你给我让座，我也不会受伤，你必须赔偿我的医药费。说完，他又踉跄地走到车头。你这个白痴会不会开车？不会开别开，把老子都弄伤了。现在就给我开去医院。对此，司机也很无奈，出于安全起见，他把车停到路边。大爷，你等一下，我不能随意改变路线，等我跟领导汇报完，再送你去医院。听到司机还要汇报，赵大海瞬间不乐意了。不行，赶紧给老子绕道去医院，再不去，老子打死你个龟孙子！司机强忍着愤怒警告说：“你要是再打我，我就要报警了。”眼看赵大海又要动手，我作为五好市民秉承着一个原则，能动手尽量别逼逼。紧接着飞起一脚，直接把赵大海踹到公交车外，重重的摔到了路边上。我操，怎么飞出来一个大爷？上集说到，老壁灯公交车上抢我座位，没成想反被爆了局，气急败坏，老壁灯又恶意殴打司机，无奈我只好请他下车。我操，怎么飞出来一个大爷？什么大爷？没看到这下面的血吗？这明明就是大妈。10分钟不到，几位叔叔赶到现场，看到躺在路边的赵大海，他们也不敢怠慢，直接拨打了120，而我们也被带回治安所。看着周围那熟悉的布置，我颇有种回家的感觉。怎么回事？那个大爷是怎么飞出公交车的？帅3斤，不会又是你干的吧？王叔，这次真不怪我，就是公交车在行驶的过程中，大爷坐的椅子突然坏了，受了点伤，然后大爷让司机绕道去医院。司机师傅说要给领导汇报一下，这时候大爷就急眼了，开始攻击司机。我见势不对，为了车上乘客的安全着想，被逼无奈只能采取正当防卫了，就是力气有些大，不小心把大爷踢飞了。没等王叔说话，司机连忙补充：“就是这样，我们车上都是有监控的，叔叔同志，您可以去看一下。”行，不过帅3斤，你下次可不可以下手轻一点？那王叔，如果没什么事，我可不可以先回家呢？你去登记一下，不过有需要的话，记得随时过来配合调查。没问题，这里面的流程我熟。就在这时，一个老太太带着2个年轻人冲了进来。谁？是谁把我老伴打进医院的？是不是你？就是你这个司机害得我老伴吧？
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想死了是不是？一时间，老实巴交的司机被钱玉霞揪得喘不过气来。这位大妈，那个老头是我打的，和这位司机没有关系。是你，小兔崽子，我弄死你！钱玉霞抡起胳膊就要动手，却被王叔拦住了。住手！你当这是什么地方？钱玉霞喘着粗气盯着我，过了好一会才缓过神来。叔叔，这个小兔崽子把我老伴打成那样，最起码得判他10年8年，然后再赔偿我们100万，要不然这事没完。我则是淡定地问了一句：大妈，你什么学历啊？幼儿园还是小学？小学学历咋了？老娘学历低也知道尊老爱幼，哪像你们现在的年轻人，学历不低，素质不高。怪不得呢，原来是个文盲啊！大妈，你刚才说判我10多年，赔你100万，现在我告诉你，要钱1分都没有。而且我是正当防卫，可以说是见义勇为。对，不光不会判刑，没准还有嘉奖呢。听完，钱玉霞有些狐疑地盯着王叔问：“他说的是真的？你们是不是一伙的？还是你收了他的钱？啥时候打人不犯法了？”王叔则是跟他耐心解释了一番。闻言，钱玉霞瞬间炸锅了：“我不信你们就是一伙的，你们肯定是收了钱了，而且那个座位是他非要让给我老伴的，要不然我老伴也不会出事，这小子肯定有责任。”听完钱玉霞的话，我则是神秘地拿出手机，打开一段录音。凭借和这种见人丰富的斗争经验，从一开始我就录好音了。听到没？这个座位不是我让给他的，而是我坐累了想要站一会，他自己上去坐的。这是和我有啥关系？听完，王叔的脸色也黑了。他没想到赵大海居然这么不要脸。大妈，有什么事你跟叔叔处理吧，我还有事要回家了。不行，你不能走。钱玉霞还想要拦我，却被叔叔阻止了。整个事情帅3斤都没有什么责任，你要是再纠缠不清，我就要追究你的责任了。见拗不过王叔，钱玉霞给儿子使了个眼色，大喊：“我肚子疼，我要去厕所！”一边喊一边追着我往外跑。赵大山两口子上前拦住王叔：“我爹都那样了，你居然放那小子离开，你是不是收了他的钱？”离开治安所，我骑着一辆小单车慢悠悠地回家。就在这时，突然从身后传来一声怒吼：“你个小兔崽子，打人了还想跑！”上集说到，老伴受伤，钱玉霞来警局闹事，结果被我说的哑口无言，假借尿遁追出警局。你个小兔崽子，打人了还想跑！这可给钱玉霞气坏了，开上自己的小3轮，加速追赶我。看到钱玉霞暴怒的样子，我也加速猛蹬。但一个小单车怎么会是电动车的对手？只见我俩的距离越来越近，见势不妙，我突然停了下来。等等，别追了，我有话说。钱玉霞下车冷笑：“怎么了，小兔崽子？你不是要跑吗？怎么不跑了？打了我老伴不赔钱，你觉得可能吗？”待我喘匀气，又突然骑上单车，一个猛子跑走了，这让钱玉霞愣在原地。你不是有话说吗？跟我在这耍猴玩呢？他气血上涌，眼珠子立马就红了。这次他全速前进，两人你追我赶，很快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。眼看绿灯马上变红，我卡着最后1秒冲了过去，而红绿灯在钱玉霞的眼中就跟狗屁一样，完全不在乎。此时马路的另一边，李大刚骑着3轮，旁若无人的来回摇晃，仿佛在找寻下一个讹人的目标。而钱玉霞也看到了这个不速之客，他疯狂地摁着喇叭，心中丝毫不慌。他不信这个3轮敢撞自己。然而几秒钟后，钱玉霞见两人越来越近，猛地大喊：“我操，你没长眼啊！”李大刚听到喊声也惊呼起来：“我操，你居然敢闯红灯！你完了，看我不讹死你！”话没说完，只听砰的一声，两人相对而撞。钱玉霞被3轮压住大腿，丝丝血迹从里面渗透出来。饶是这样，也不耽误他进行输出。我操，你大爷的！你这个老壁灯不长眼啊！没看到老娘了？你等我出来的，看我不讹死你！李大刚此时也愣住了，不过他很快回过神来。你说老子不长眼，你才不长眼啊！红灯你眼瞎啊！老子是绿灯，你是红灯。对此钱玉霞很是不屑：“红你妹啊！老娘从来不看红绿灯，你等着，老子要报警！”说着，李大刚打通了治安所的电话，他还特意强调了钱玉霞闯红灯的行为。什么？出车祸了？一个骑蓝色3轮车的闯红灯把你撞了，人怎么样？我头疼，心脏也疼，哎呦，疼死人了！看到李大刚的表演，就连身为吃瓜群众的我都忍不住赞叹：“对方呢？对方有没有受伤？”受了点小伤，让他自己的车压到底下了。不过这个老娘们嘴硬得很，都受伤了，还在那骂我呢。叔叔身边，赵大和越听越不对劲，蓝色3轮车怎么听着跟咱妈这么像呢？车祸现场，钱玉霞看李大刚报警更生气了。明明是你撞的我，不给我叫救护车，居然还报警，恶人先告状，怎么跟之前的那个小兔崽子一样？说着，他突然看到正在吃瓜的我，一口老血喷了出来。你们等老娘好了，我弄死你们！你们2个小兔崽子，一个都跑不了。我有些无奈，怎么看热闹还有错吗？
看你妹的热闹，等我出去非撕烂你的嘴！此时的钱玉霞疯了一般，逮谁说谁，周围的人都忍不住往后退了退。这个老太太怎么这么凶呢？看个热闹居然还骂人家。是啊，怪不得会出事。之前我还同情她呢，现在看来真是活该。就是活该，这起车祸我都看见了，就是因为这个大妈闯红灯导致的。听见众人的议论，钱玉霞怒火攻心，又是几口老血喷了出来。就在这时，赵大河赶来了，看见被压住的老妈，可把他给气坏了。就是你这个老逼灯撞的我妈是吧？撞得这么惨，都不知道把我妈给扶起来。上集说到，大妈骑车对我穷追不舍，结果碰到社会大哥，两人狭路相逢，没想到竟然撞在一起。没多久，赵大河赶来了。就是你这个老逼灯撞的我妈是吧？撞得这么惨，都不知道把我妈给扶起来。听到赵大河的话，李大刚怒气直接拉满。我说不过那个老娘们也就算了，你这个小兔崽子也敢来教育我！说着，李大刚直接给了他一个大逼兜。你个小兔崽子，信不信我躺下？话没说完，赵大河一脚就将李大刚踹飞出去。钱玉霞又喷出一大口血沫。你看我今天不打死你！赵大河对躺在蓝色三轮车上的李大刚就是一顿输出，一时间拳脚如同雨点般落下。哎呦，疼死我了！你个小兔崽子，等我出去非踹死你！尼玛，还敢骂我！赵大河气坏了，又加大输出。半晌，鼻青脸肿的李大刚奋力挤出一句话：不是我骂的你，不是他，是我骂的你，你个兔崽子，你等我出去的！赵大河循声望去，发现说话的竟然是被压在车下的钱玉霞。尼玛，卑鄙，竟然给我下了一个套！李大刚也委屈的老泪纵横。就在这时，叔叔终于赶到了现场。看到现场的情况，王叔一阵惊呼：你怎么连你妈都下得去手？我不是啊！赵大河连连摇头，不关我的事。而钱玉霞此时也被叔叔救出车外，没想到他直接一个大逼都扇到了王叔脸上。你们都是一伙的，都该死！很明显，钱玉霞经过重重刺激，神志已经有些不清醒了。医院这边绑着绷带的赵大海满脸恨意。帅三金，你这个小兔崽子，这次够你喝一壶的。他深知钱玉霞的彪悍，这次最少也要他赔个180万的，要不然对不起我这一身伤。老实点。因为赵大海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罪，所以特意安排了一名叔叔看守他。我愿意说啥就说啥，现在的年轻人一点都不懂得尊老爱幼。要是我媳妇知道你在这里对我出言不逊，到时候没你好果子吃。叔叔冷哼一声，没有搭理赵大海。就在这时，又一名叔叔推着一个绑着绷带的女人进来了。王哥，你怎么过来了？这不，又送进来一个。小孙，好好看着，别出什么意外。王哥放心好了，绝对没问题。叔叔离开后，百无聊赖的赵大海开始勾搭起来。妹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是让人打了吗？给你大哥说，大哥帮你收拾他。你要是这么厉害，还能让人给打成这样？因为受了伤，钱玉霞的声音和平时不太一样，赵大海也没多想。妹子，大哥这是让人给阴了。昨天晚上，你大哥被对方30多个彪形大汉给围住了，你大哥那功夫不是吹的，直接把那些人全打跑了。领头的那个跪在地上，让你大哥饶他一命。说着他又装了起来，但是那个小人突然偷袭你大哥，我大意了，没有闪。钱玉霞简直气笑了。我和你在一起30多年，怎么没发现你原来这么牛啊？来，你靠近点，我给你说。这可给赵大海乐坏了。好啊，想离你赵哥近一点是吧？我能理解。没想到钱玉霞直接一巴掌狠狠地扇到了赵大海的脸上。半晌，他大声喊道：叔叔呢？打人了！这老娘们打人了，头疼，疼死了，赔钱！赵大海直接触发了被动，开启原地敲诈模式。你还敢敲诈老娘？疯了吧！紧接着又给了赵大海一个大逼兜，想要扇第3巴掌的时候，却被叔叔给拦住了。钱玉霞，不要再打人了，你现在已经涉嫌违法，不要再罪上加罪了。老伴，赵大海瞬间蒙圈了。接上集，老壁灯敲诈老婆反被暴打，得知真相后，赵大海瞬间傻眼了。老婆，你这是怎么弄的？钱玉霞恨得咬牙切齿，还能有谁？都怪那个叫帅3金的小兔崽子。他要是不跑，我就不会出车祸。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他。也是因为那小子。赵大海感觉血压一下子就上来了。等我出去，非要给他点教训。那小兔崽子，我也绝对饶不了他。一旁的叔叔反倒笑了。你们两个别在这里白日做梦了，一个涉嫌危害公共安全，一个涉嫌交通肇事和袭警。等你们好了，就该进去包吃包住了。你这小子不会说话就别说，你能拿我们老年人怎么样？说完，赵大海好像想起了什么。大河还有他媳妇呢，怎么也不来看看我老人家？真不孝，白养他了。闻言，叔叔又开始补刀了。你儿子涉嫌故意伤害他人，已经被我们控制住了，所以你们赶紧养伤，等好了就可以一起进去包吃包住了。而我作为车祸现场的目击证人，又被带回了治安所。
钱玉霞出来之后，开车想要撞我，那我只能骑着小单车拼命猛跑。就在跑到那个十字路口的时候，突然这位大哥冲出来和钱玉霞撞到一起，然后赵大河就来了，把大哥打成这样。没想到钱玉霞不光涉嫌袭警，还涉嫌危险驾驶和故意伤害。李大刚，事情的经过是这样吗？李大刚赶紧补充。没错，叔叔，我是正常行驶，骑得好好的，那个老娘们突然冲过来把我撞了，我可是绿灯，还有他儿子把我打成这样也要负责。行了，我们会调查清楚的。那王叔，我现在可以回家了吗？可以，因为你和这几个案子都有关系，所以如果有情况找你了解的时候。明白，我懂。很快就到了开庭的日子，赵大海一方的律师一直企图降低他们的罪行，奈何现场的目击证人太多，证据又十分充足，最终宣判结果出来了，赵大海殴打公交车司机，犯危害公共安全罪，被判了3年。钱玉霞因殴打正在执法的叔叔，犯袭警罪，并且在马路上危险驾驶以及故意伤害他人数罪并罚，被判了7年。赵大河就更简单了，当众殴打蓝色3轮车驾驶人李大刚，致其重伤，犯故意伤害罪，情节较为恶劣，被判了5年。听到这样的结果，赵大海彻底傻眼了，他没想到居然因为一个座位，一家人竟然整整齐齐的全都进去了。早知道欺负一个看上去老实点的好了。而钱玉霞看着自己的老公越来越气，直接骂道：你还有脸说，要不是你出门爱装大尾巴狼，我们会这样吗？既然已经撕破脸，赵大海也没惯着钱玉霞。你这个虎娘们，连叔叔都敢打，你要是不追那小兔崽子，能进去吗？你还敢说我？这两口子一言不合，竟然在法庭上打了起来。最后赵大河的媳妇知道老公一家子全进去了，兴高采烈地跟隔壁大哥走了。